你恋爱总是不顺，身边人都会说，去提升自己，健身赚钱，提高社交能力，当然重要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认知上有一个盲区，再多努力，也可能会卡在同一个烂模式里反复受伤。今天我想分享一个极其简单但被99%的人都忽略的认知误区，这可能正是你80%甚至90%感情困扰的根源。听到这里，你是不是已经在下判断了？这人也太自信了吧，他根本不了解我的情况。又是一个卖课的，你还没听清我讲什么，大脑已经给我贴上了标签，而这恰恰就是你在恋爱里最容易失败的原因之一。你并没有真的在看别人，你看到的只是你投射出来的版本。你以为恋爱不顺，其实是认知出了错。这完全不是你的错，我们每一个人的大脑都装着一个快速判断系统，它帮助我们迅速判断一个人能不能信任，值不值得回应。这个机制本身没错，但它有一个致命缺陷，我们看到的并不是真实的对方，而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个人。听起来像鸡汤。我们举个例子，当一个人没回你消息时，你的反应是，他是不是在聊别的女生？是不是不喜欢我？故意吊我的胃口？还是太懒得理我？这些全是脑补，不是事实。但你开始焦虑纠结，吃不下饭，痛苦不堪。其实恋爱里70%的情绪折磨根本不是别人造成的，而是我们脑内那个假想敌。你以为你在回应现实，其实你一直在回应想象。你不是在谈恋爱，而是在演一场独角戏。你以为你在和某某谈恋爱，但你有没有认真想过，你真的了解他是谁吗？还是你只是看见了你所希望他是的样子？举个常见的例子，你精心安排了一顿法式大餐，还送了花儿，他当面笑着说谢谢你，但后来你听他对朋友说，他居然只送了一束花，太敷衍了吧？你觉得委屈，我已经很用心了。但问题不是你做的不够，而是在他心里早就有了一份理想约会剧本，要送什么礼物，有什么惊喜，是不是能读懂他的心思？你没读到剧本，自然也演不对角色。于是他失望，你受伤，你们彼此都没有看见对方，互动的只是他心里的男主角和剧本里的那场戏。你也做过同样的事儿，对方回复太快，你怀疑他别有用心；回复太慢，你觉得他冷漠；回复太多，你又觉得他是不是没有上进心，太闲了。但这一切真的和对方有关吗？还是你早已在脑海中写出了一出戏，等着他上台演出？你以为你是被现实击败的，其实你是被脑海中那个理想他击垮的。觉察是你脱离情绪幻觉的起点。那我们要怎么跳出这个幻想牢笼？2个字儿，觉察。觉察不是情绪的对立面，而是你对情绪的看见。比如你突然想，他是不是不爱我了？只要你能停下来问自己一句，这是事实还是我脑补出来的？这一问就是从自动驾驶切换到手动模式。你不是被情绪牵着走，而是开始反过来驾驭情绪。你会真正看见一个和你不一样的复杂真实的人，而不是你脑中那个完美恋人或理想敌人。你从滤镜中走出来，不再是粉红滤镜，也不是红色警报，而是第一次裸眼看人。这时候你会发现，你不再被套路吸引，
不再迷恋高冷神秘这些人设，你开始欣赏那些坦诚、清醒、有自知之明的人。而神奇的是，这些人也会被你吸引，因为你们终于都放下了盔甲，开始用真实的自己谈一场不靠剧本的恋爱。你所经历的世界是你自己筛选出来的。你可能会问，就算我开始觉察，可这世界上还有那么多奇葩，我一个人能改变什么？但你忽略了一件事儿，我们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筛选出来的版本的世界里。什么意思？两个人看同一件事儿，一个说这又是个渣男，另一个说这是个需要边界但值得理解的人。我们看世界不是中立的，而是被经验、恐惧、偏见过滤过的结果。我认识一个人，超级有钱，每次约会都特爱显摆，他总想让人知道我很有资源，结果只吸引来想占便宜的人。这正是心理学中的自我实现预言。他越怕别人只是贪我钱，就越想证明我很有钱，试图用财富建立安全感，吸引高质量伴侣。但这样的行为恰恰暴露出了他最脆弱的部分，他太在意别人怎么看待他的钱，结果他用钱作为筛选器，反而吸引了那些只对钱感兴趣的人。你发现了吗？他不是被世界背叛了，而是被自己的恐惧投射带进了那个他最不愿面对的局。我们很多人都一样，你怕被骗就设防，设防让你看起来冷漠，结果你真的遇上了骗子。你默认别人都不真诚，就永远遇不到真心的交流。你最后说，你看世界就这么烂，但其实你看到的并不是世界的真相，而是你投射出来的那一小块世界。你不是无能为力，你是有选择的。你可以从今天开始练习一件事儿，不在第一时间下判断，不再用恐惧和偏见定义别人。你会发现世界慢慢在变，你开始遇到值得深交的人。约会不再是情绪灾难，而是真诚的交流。有人回应你，不再是你扮演的角色，而是你这个人。你第一次看到，原来世界还可以是这个样子。你不需要完美，只需要真实。很多人谈成长觉醒，说的好像要修几年苦行，但有时候恋爱里的转折就藏在一个微小的念头里。你从自动反应变成有意识的觉察，你不再默认他一定不在乎我，而是停下来问自己，我真的知道他在想什么吗？你开始诚实地承认，我看到的不是他，而是我投射的画面。这一点点改变，足以改变你整段关系的轨迹。成长不是你变得多完美，而是你终于学会不再用想象代替认知，不再让恐惧主导判断，你变得真实、清醒、温柔。也正是在这一刻，你终于能遇见那些愿意与你真实相见的人。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，并且分享你的个人经历。我们下次见。